李大人先消消火气，再见也不迟。我这只手算是废了。哦，影后级别啊！李大人，先喝杯茶吧。那本宫就先回避了。晚宴。你为国为民，殚精竭虑，朕全都看在眼中了。但有些人，他就是满腹偏见，容不下你。哎，连朕都为之汗颜。臣妾本就是女子，在这家国之内，怕是没有容身之处。大恩大义也与臣妾无关吗？娘娘，那日若不是娘娘，我们何来今日啊？娘娘高义，微臣愿以死谢罪。搞定，轻松哦，都给你跪了。手拿把。我喂你。我们谈谈。不急这一时，你先休息吧。你猜的没错，我的确不是什么总裁。传进来前，我是个不入流的演员，跑了好多年龙套，都没混出头。只是这样的话，你又何必骗我呢？不是故意要骗你，当时你自己猜我是总裁，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霸道总裁吧？我就顺势认了下来。为什么呀？我这个人运气一向不佳，似乎也没什么才干。我本以为自己会死在这儿，然后你出现了，像天降救兵一样，手握剧本，这才逼得。当看着你的时候，我才觉得我还有希望。跟我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怎么了？我打听了一圈，他们都说近年来没有人动过那片花田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是你想多了。远远的看，那真的就像鬼斧神工的求救信号啊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这些花刚到花期，还会开很久。万一哪天谢永儿路过，跟你一样，把双龙戏珠看作 SOS， 你猜他会怎么想？他也会怀疑身边有同类。保不齐哪天灵光一闪，就怀疑到你我头上。那这片花丛不能留了，能想个由头拔掉吗？笑话，朕想翻新花园，需要什么由头？怎么？
你就当我异想天开吧。我还在想，万一有个同类，千辛万苦种了那么多花来求救，结果非但没等到回应，甚至连花都拔了。哎，咱们要不在原地买点啥？比如字条什么的。有被谢永儿发现的风险。也是。反正种花的人也已经不需要他了。什么？我说，你今天可真好看呀！老爷，老爷，户部郎中尔大人求见。哎，不见，我现在谁都不想见。可他说有法子解决大人之困境。放屁！我户部尚书解决不了的，连太后陛下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凭什么能够解决？不见！可他看起来不像是在讲笑话呀。你刚刚说他叫什么来着？可由朝廷出面招募商人，输纳军马粮饷。朝廷支付给商人的不是钱财，而是盐引。凭借盐引，商人日后可以分销官盐，从市役中获利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有这实打实的获利前景，不愁他们不踊跃参与啊！如此一来啊，朝廷不必透支国库，就能借商人之手缓解粮草的问题，支援三军，一有余力可休憩陵寝，此为开中法。陛下，言改事关重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呐。盐税关乎国库根本，沿路贸易涉及多方势力，往昔从未有过如此大胆的举措，稍有不慎便是乱局，不可草率决定啊！爱卿言之有理啊。条文可以逐步完善，但严改于军于农定有大裨益。开中法一旦实行，商人有了赚头，太后的陵寝可修，前线的粮草可以充分的供应，百姓的徭役赋税也能随之减少，此乃一举多得的良策。陛下圣明，相信陛下慧眼识珠，定能识得此法的妙处。开什么法？开中法。这准了。陛下圣明。我以前看文的时候，总喜欢看各种刺激的大场面，群雄逐鹿，金戈铁马，看主角如何逆袭黑化，手撕渣男绿茶。看到恶魔宠妃的时候，我把所有岑景天老老实实种田的片段全都跳过去了。可我到这个世界之后才发现，他才是那个真正救万民于水火的人。能有这样的一生，的确不算虚度了吧？不必妄自菲薄，你也在救万民于水火。我能帮大夏挺过旱灾，客观来说，你应该名垂青史才对。好，我也不想虚度此生。按照原文，端王用最大的代价当上了皇位，那我就要用最小的代价挫败他。好，预防旱灾只是第一步，未来他还要和燕国开战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咱们战都别让他战。好，我记得一些燕国的设定，
这一仗不是非打不可，所以咱们外交吧，和平谈判。好。你是不是在笑？没有，明明就在笑。我只是一想到所做的一切都在一本书里，就觉得挺荒诞的。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就像庄周梦蝶，你又怎么能知道外面的那个真实世界不是另外一本书？确实不知道。所以啊，我们又怎么能确定自己是真实存在的？哎呀，懒得纠结那么多了。就算知道自己注定是死亡结局，我也想在死之前多做一些事儿。好，你干嘛一直说好？那我就说，舍命陪君子。哎，阿白啊，你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肯定去过不少地方吧？那是自然。长河落日，天山云海，千年古寺，万里风水。娘娘随便说个地儿，看看有没有没去过的。好羡慕你。那娘娘你呢？去过什么地方？我，除了朝阳宫就是永岩殿，要不然就是御花园。我好像进了宫之后就没出去过。那多没意思啊！像你这样灵秀的美人，不该被关在这里。不如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见山见水，追赶日落。现在吗？娘娘，外面的世界不仅美，还充满了未知。我曾在西南的密林中遇过野神，还在东海的小岛上偶遇过巨兽。哦，还有一次路过武陵，沿着溪水走到了一个山洞里，结果出来，漫山遍野的花海里竟然住着一个村子，里面全是与世隔绝了好几百年的人。桃花源记吗？你怎么知道是桃花啊？这个……总之，风一吹，花瓣纷纷飘落，好似粉雪袭来。那个景象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有机会啊，真想亲自去看看。殿下这么着急找我，婉音最近可看见了什么？看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说可以用天眼预示未来吗？是啊，我最近确实看见了一些。比如呢？比如在西南的密林中出现了野人的脚印，还有在东湖的一处小岛上，似乎有巨人在内湖游弋。沿着武陵溪水向山而行，仿佛若有光，山后是漫山遍野的桃林。我听说最近皇帝身边的高手又出现了，而且这次还是在宫中。他发现北周了。此人不除十分危险，可否帮我预示一下，我们该如何除掉他？消息可靠吗？殿下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在梦中用天眼看见的。刚刚还说自己是听说的，这混账玩意儿，撒谎都不打好草稿。这个萧太医医术到底行不行？这别人生病都是卧床，他却鼓励你往外跑。外面阳光真好，
适量晒晒，才有益于康复。但是那也不必来花房晒吧？我之前躲雨掉了一只耳环，许是在花房呢，去找找。小姐，那不是端王和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啊？婉音，可愿帮我？殿下稍等，容我一试。如今北周和阿白都在宫中，他却只知道一个高手，而不是2个。我看到，似乎有一个高大的男子出现在一处回廊。回廊？何处的回廊？好像是在御花园，又好像不是。仓促之间实在看不清了。殿下有找谢妃看过吗？我先找的你，如若你3日之内算不出来，本王再去找他问也不迟。Hello， 你怎么来了？刚挖了一条地道，老窄了，爬了老半天。问问你，一会儿吃什么？哎呀，冷宫还能有啥可吃的？火锅？你怎么那么喜欢吃火锅啊？不是你爱吃火锅吗？9宫格？那还不如鸳鸯锅。我就知道，再配点冰镇绿豆汤。齐活。哼哼。哎呀，这冷宫收拾收拾还不错吧？干脆搬来这儿过日子好了。说什么呢？哇！这原本是岳府放杂物的，乱七八糟，啥都有。可是没有锅。谁说的？哎呀，背着果果，爬地道可太费劲了。这算什么？我还扛着桌子呢。还是你厉害。外面有什么新情况啊？禁军统领昨夜醉酒，溺毙于荷塘。是端王，他按照徐瑶的计划，正在一步一步蚕食太后党的势力。等着吧，这朝堂又要热闹了。但现在还有一个麻烦，自从你把我打入冷宫之后，这个端王隔3差5就来信拉拢我，他还没有放弃寻找你身边的高手是谁。来，娘娘，吃毛肚。哎，你吃，你吃。你那是百叶，这才是毛肚。口感差不多。对啊，口感都差不多。哎，那他要百叶，我给的毛肚不就行了？哦，你的意思是历代桃僵，金蝉脱壳。太后身边有一暗卫，脸上有刀疤，北书又会易容术，巧了吗？这不是？在这深宫之中，我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，被践踏、侮辱，施以鞭刑。这一切的原因不过是我的母亲，是这宫中的下人。我猜他也受过宠吧，只不过很快就被更受宠的人踩在脚底下，变成这深宫之中的一缕冤魂。
所以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这偌大的皇宫对一个女子意味着什么。也没有人比我更着急，想尽快带她脱离这苦海，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。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，或许我就不该招惹你，也许我并非你的良人，也可能一开始我就不应该。王爷，对不起。是永儿任性了。我知道王爷心系天下，背负了这么多，永儿受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？朕备好酒了。陛下不用麻烦了，臣妾已经喝过了。他这是在寻我吗？酒是梁世京约和1年前。划拳来。臣妾不想划拳。那你想干啥？臣妾想让陛下猜猜看，我这袖子里面到底都有什么呀？花儿呀！我去，这谢永儿挺会整事儿啊，单从招架得住。花儿。陛下，陛下想不想看看臣妾这件外袍底下都有些什么呢？爱妃，你冷静一下。哎呀，它怎么掉下来了？哎呀，他可比我风骚多了。这都不喜欢呀？那我猜，你一定是想知道我这条裙子底下到底都有什么。哇，谢永儿你太猛了！爱妃，你别过来，你一定是喝多了。你就当我是喝多了吧。哎呀，陛下，陛下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哎呀，陛下，发生什么了呀？这啥也看不见呀！哎，陛下轻点，疼！哎呀，陛下这是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是，安神。有子弹。谢妃喝多了，送她回宫。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那个，卡住了，嘿，卡住了。最近伙食太好，吃胖了。于婉一呢？你看看你像什么东西呀？你这不是挺墙角吗？你就像小说里那种争风吃醋、脑子还不好使的炮灰渣渣呀，丢死人了！你要不先出来，人都走了。算了吧，人多眼杂，被人看见了不太好。
我还是走吧。我不放人进来。那也算了，刚才不就被安公公撞见了？我走了。哎，谢永儿刚走，夏侯丹就来看地道。他咋知道我没走的？我也没出声啊。除非他是想过去找我，没想到被我看了个全程，不好意思了。爱情。